我叫麦克，我又重返战地5了。主要是相比2042，总感觉战地5才更有战地的味道。同时，今天我就要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拿掉我的8倍镜，只用7秒 98K 猎杀敌人。很快，我选了一处风景秀美的狙杀位置，这稀稀拉拉的灌木丛可护我身形。随后，我发现了一簇枪火。毫无意外，一枪爆头，请不要惊呼，也不要诧异，我确实开了科技，但不是你想的那种科技，一会儿和大家细说。再看右侧一人影显现，锁头激发，如行云流水，无一丝迟钝。回身按上一枚半雷，这可以防止被偷袭屁股。突然枪声响起，随后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迅速迫近敌人。可惜这个敌人明显眼瞎，也或许是这几根野草确实遮挡了我的身形，谁知道呢？不对，又来脚步声了。兄弟们，我用亲身经历证明了一件事情，电子竞技真的不缺失。当然，你可能要问了，麦克今天怎么这么厉害？到底是开了什么科技？无他 ，ADRS 处理器平台加270赫兹显示器，就是我这段时间制霸战地5的关键。甚至都敢和外挂摆摆手腕。我相信改天再出一期视频，让大家看一下我是如何在战地5中屠神的。哦，你想问 ADRS 处理器是什么？它指的就是英特尔12代酷睿台式机处理器系列，比如我目前在用的这台 i9-12900K 主机。自从上一次装机视频发布后，就有很多朋友发来私信，总结下来主要有这么2点问题：一，12代酷睿值不值得换；2，该如何选择12代酷睿的产品。那么今天咱们就边打边聊，顺便问一下大家，我身边这几根草就这么管用吗？感觉今天遇到的都是瞎子。哎，不好，我被发现了，速速转移。这里要说一句真心话，游戏中确实没有真正的公平，哪怕都不开挂，但是硬件水平的高低却会直接影响着战斗结果。特别是当双方水平差不多的时候，更快的帧数能让你更快的处理好。而12代酷睿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单核性能得到大幅的提升。如果单纯从游戏体验来对比的话，相对于11代直接高出了19%左右。感觉就像是早上挤牙膏刷牙，本来是按照惯例每天只挤那么一点点，循环往复，而有一天却突然挤过头了，整整弄了半管出来，让人不知所措，完全不适应。好像有人冲上来了，看到了吗？对我来说，有没有瞄准镜其实没啥太大区别，本来就有那么一点点技术，再加上新主机的加持，自然是打得得心应手。这边有人150米左右，先打上面的，没打中没关系，下面还有。兄弟们，我自己都有些佩服自己了，你的赞在哪里？在不开挂的玩家之中，我的技术应该还是入门吧。这里被人攻占了，我怎么感觉打近距离的反而不如打远距离的更容易爆头呢？继续上面的话题，相对于牙膏处理器这东西肯定是性能越高越好，很多喜欢玩3A 大作的朋友一定深有体会。同时12代酷睿的性能提升可不仅仅只有单核能力，英特尔在这一代产品上颠覆性的推出了大小核的概念，即性能核搭配能效核。其中性能核也就是大核用于支持单一线程或轻线程工作负载，而小核则用于多线程应用，并且通过英特尔特别设计的硬件线程调度器来智能给各核心安排工作，既能保证发挥出最大能力，又能少发工资不浪费电。而这种混合架构的应用在功耗降低的前提下，最终直接让12代酷睿整体上比上一代产品高出了40%左右的性能，所以12代酷睿也被称为英特尔近10年来最具革命性的处理器产品。重新装满了弹药，我决定换个地方。有些人可能会问，你几秒能打那么远，是不是开了微星那台显示器的屏幕放大功能了？绝对没有，因为我现在是在卧室里玩的，桌子太小，放不下那台32K显示器。哦，对了，给大家看一眼我是如何折腾这块 i9-12900K 的。看到了吗？有了这么好的处理器，肯定要物尽其用。我可以一边打游戏，空档时间还可以同时剪个视频，又或者一台显示器玩游戏，一台做直播推流，凭借大小核的智能分配互不影响，而且每项工作都可以进行得非常流畅，这应该才是12代酷睿的最佳使用场景吧。打中腰子了，想跑门都没有。有人在狙我，想对狙满足你。哎呀，有点失手没爆头。瞧，一支敌军小分队攻上来了，甩个手榴弹先。又没爆头，我这打近距离目标的能力还需要继续磨练呀。这下面有一个，发现狙击手1名。哎呀，被发现了，来杠枪吧。我第一次挂掉，竟然是自己摔死的。唉，摔死自己也死得太憋屈了，都没有借口找敌人复仇雪恨。哇塞，都已经冲到我们家里去了，该当我队友，弄死你！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关于12代酷睿到底在性能上提升了多少？咱们用数据说话。这是我之前测试 i9-12900K 的时候用 CPU-Z 的结果做的一张对比图，可以看到不管是单核性能还是多核性能，直接秒杀了它的前几台产品，更是在单核性能上以795.6分大幅超越 5950X 的648分，领先幅度高达 22.8%， 而在多核跑分上对比 5950X 也仅有 5.3% 的差距。这也就是之前麦克一直说主要玩游戏肯定要首选酷睿的原因了。好像有人看了我一眼，在这里。瞧瞧，瞬杀几秒双爆头，这种情况下，咱们是不是应该点个赞支持下呢？哎，这是有人要跳楼。这一枪之快，让其腿骨骨折的痛楚都未曾来得及传入大脑，完全属于助人为乐，不用可气。装弹的空气喘口气，刚才说到跑分。在更专业的 3D Mark 中，这种对比就更加明显了。可以看到 i9-12900K 的整体性能直接比 11900K 高出了 39.1%， 比隔壁家的 5950X 高出了 19.1%。所以第一个问题不言而喻，如果你是一名狂热的游戏玩家，那么12代酷睿很值得升级，因为它带来的实际的游戏提升真的是十分巨大。特别是在支持的内存规格方面，英特尔比 AMD 要领先一代。12代酷睿支持更高频率的 DDR5 内存，以及支持多达16条 PCIe 5.0通道，搭配它们，这将非常显著的增加你的工作效率。接下来咱们说下如何选择12代处理器。酷睿 i9-12900K 是16核心24线程，也就是8个大核心8个小核心，最大内频 5.2G 赫，配备30MB 3G 缓存。而 i7-12700K 是12核心20线程，最大内频 5.0G 赫，配备25MB 3G 缓存。在实际上的游戏测试中，其实 12900K 和 12700K 区别不大。所以假如你没有大量需要多核心的工作场景，比如像麦克一样做视频剪辑，那么强烈建议你选择 i7-12700K， 价格上差别不小，更有性价比。前段时间神尼哥装机的时候就是采用的这套平台。同时预算再下探一点的话， i5-12600K 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在整体的游戏性能上，12代的 i5 还略高于11代的 11900K， 实在是让人忍不住感叹，12代酷睿真是不给前辈们一点活路呀！冲过来一个，嘿嘿，他还是没跑掉。我发现近战我也是非常的厉害。哎，狙了22个，终于被人终结了一次。现在我又换了一条全新的传送带，继续我的几秒 98K 狙杀之旅。看到敌人了，稍微有点远，但问题不大。搞定一个。此时的战斗越来越激烈了，为了争夺点位，就连我这个狙击手都来到第一线，为重新获取领先优势贡献微薄力量。哎，这个老外这么嚣张的吗？不好，有人着火了，帮他解除痛苦。现在继续冲锋，看着战绩，貌似我们要输了，但输要输得有福气。听到了吗？是7.62子弹的声音，预示着这个方向有狙击手，让我让他出来，然后一击爆头，在这里。然后右侧下来一个，他跑得很快，不过应该问题不大。搞定了，瞧见了吗？玩狙就得爆头，这也是我们狙击手的快乐之源。但是可惜的是，我们兵力见底，似乎注定是无力回天了。最终我的几秒 98K 成绩是28:2，其中有一次还是我自己弄死了自己。同时这里也基于12代酷睿一个总结，它在控制能耗的前提下，已经实现了性能上的全面提升，而且是大幅度提升。现阶段下我们确实没有什么理由不选它。哦，也有，目前的价格还是有点小贵，特别是配套的 DDR5 内存还不好买。不过大家也可以选择支持 DDR4 的 Z690 主板进行搭配，性价比更好一些。最后，如果你想要升级到12代酷睿平台，这里再提供一个小技巧。经过我的深度研究，现在买12代的品牌整机似乎更加划算。